我们都知道，匠人代表一种精神，不管做什么都要把事情做到极致的好，全身心投入，还要有点钻牛角尖的完美主义倾向。然而匠人却不是危机议论，还要有十足的自律和自谦。我们来认识今天的了不起的匠人。我是斫琴师樊哥，生活在北京。斫琴这件事儿呢，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种兴趣，或者是生活的一部分内容，它早就已经与我的生命深深地融为一体。高架桥上的车流在高峰期变成停车场，这是每一个工作日在北京最常见的状况。而樊哥身在这里，却跟这些场景毫无关系。他是一名斫琴师，不在深山，在北京的闹市之中。樊哥至琴，萌芽于幼年父亲的影响，存续在求学工作之中，而真正全心投入，却是因为一场病痛的休养。斫琴就此成为他生活的重心，一件不以为生计的事情。在我小的时候种下的那种对那种声音的那种很神秘的、独特的那种美好的感觉的那枚种子开始发芽了，所以这也导致了在后来的若干年以后，放弃了自己的事业。2002、03年以后，开始全身心的在进入到研究声音，制作一件让自己满意的音色的这样的一件乐器的事情上来。声音可以被创造吗？樊哥说，斫琴师所做的只能顺应木头本身的特点，把声音特质发挥到最好。很多时候，符合古琴制作要求的木料并非现成，搜取过程很是曲折。在2012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当地的朋友跟我讲，当地有一处已经是基本废弃的村落，那么里面有一些明代时期前后的这个老房子，其中有很多不错的老杉木。那个时候就亲自过去，那么眼看着这些放梁一里，就是一个一个的拆下来。当时拆出来大概有能够初步判断能够使用的木料大概有12方的样子，但是经过开料以后，最终挑选出来真正能够堪以使用的材料不到2方。古人对古琴材质的标准有4个字：轻、松、脆、滑。樊哥将它们翻译成现代语言中的质量、密度、弹性等等指标。听过了年份够久，但声音表现并不如意的老琴，也制作过声音充满老味儿的新琴。樊哥已经明白，不必迷信老料这件事。通过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老的材质如果不具备优异的声学性能，其实它最终制作出来的这个乐器也不会是特别美妙的。而新的材料虽然说并不是特别老，但是它的声学性能如果足够优异，那么经过适当的这个制作工艺，然后再经过一定的年份的这个弹养，那么这声音一定是会越来越好，甚至有可能在若干年后超过我们今天认为的非常优美的这些老琴的声音。博物馆的老琴录音，互联网上的资料流传，琴友藏家的收藏，没有错过的现场演奏。对樊哥来说，搜集尽可能多的声音素材，然后一一进行分析，是他做到对声音的指标量化、心中有数的基础。在古琴诞生超过3000年的历史里，留下了丰富的典籍资料。樊哥这次制作的古琴形式是自创的羽关式，比传统形制更为宽厚，便于表现浑厚高古的声音。那么由于它是从最初开始就是这个形制就是为了这个声音的目的所创制的，所以更容易实现我对声音的这样的一种追求。那么从声音上来讲，我们简单来讲呢，就是说这个样式的声音，它的共鸣会更加的充分，更加的饱满，更加的完整。按照模板勾画出琴的外扩，然后用曲线锯开板，这几乎是整个古琴制作中唯一可以用上电动工具的地方了。足足花了10多年的时间，
在借鉴了东西方乐器制作的理论和经验之后，梵歌变成一个死理性派。除了客观冷静的数据，受到考验的还有自己对声音的审美。其实真正的，我觉得前期的很多年当中，其实就是在有点机械的重复，对很多理论性的东西并没有融会贯通的时候，就是在保持一个不断的尝试。比方说这儿挖厚一点，那儿挖薄一点，这个灰台调整一下，这个底板更换一下。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声音，有的很容易做出非常有特点的声音，听起来也还不错，但是你始终会觉得这个声音它不够圆满。这个展馆啊，是我的一个朋友啊，在这拍过照片儿，觉得感觉特别不错，我觉得挺适合咱们将来做这个演奏会或者说是琴展的。石坤是古琴弹奏家，梵歌的忘年交。几年前两人偶然相识，一见如故，这总让人联想到伯牙子期或是曲阳和刘正风。关于古琴，没有知音，故事总不会完整。梵歌老师飘逸洒脱比较飘逸洒脱，热情比较我比较内秀一些吧。其实我们都是这样，内秀一些。对于知己知音啊，我们恨不得把心掏出来，我们恨不得把命都给对方那种感觉，恨不得把命都给对方那种感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是在机械取代手工的时代，因为需求不够，难以为继。像梵歌这样的手作者，要么去买日本、德国生产的高价货，要么就得去旧货市场寻宝。梵歌平时的生活半径不过工作室周边10公里以内，距离不远的天宝旧货市场是他常去的一处。有什么新玩意儿吗？有点看看那个什么吧，你要的老东西。行。好，你还看这个？还真是知道我要什么啊？哦，你看老朋友了。嗯。哟，这还挺早的呢，63年的。哦，这都是老东西，质量你放心，100个。是100个放心。老东西肯定是不错的。这俩30怎么样？行吧，好嘞。贵点见点都是老朋友。好的，凿子还是这样的还是？对，21个。21个。对，好嘞。把工具经过淬火、修制及打磨等改造，使它们变得顺手，并一一整理归序，这是匠人独有的仪式感。我们国内实际上是几乎见不到有专门为古琴制作生产的工具。那么很多情况下，这种我们就需要自己去寻找、改制，甚至自己去制作这相应的需要的工具。有的时候我会开玩笑，某种程度上木匠干了铁匠的活儿。但这其实是逼不得已、很无奈的一种现象。琴面弧度的高低关系到弹琴时手指按下的距离，弹奏者的手感舒适度与之密切相关。手动工具对琴面每一点细小的修正，是电动工具不能达到的亲密。那么不管是新料老料，那么如果我们是过分的使用这个电动工具，当这个电动工具的这种提供的扭力啊，或者它的剪切力啊，超过我们说这个材质自身所能承受的话，那可能会对材质造成一些是不可逆转的一些伤害，这个其实是得不偿失的。挖槽腹是决定音质的重要步骤，这是制作过程中最有技术含量的一步，多一分则长，少一分则短，这其中的微妙之处全靠制作者的经验和手上的功夫。一张琴的整体质量大致确定了以后，那么影响音色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是这张琴的整体的质量分布规律。那么正是这个质量的分布规律，其实它最终决定了我们在哪儿挖多少留多少。琴底琴面具有雏形的时候，需要上绷子试音。作为将声音表现放在首位的制作者，从制作的第一步到最后的成品，梵歌会在每一环节进行试弹和录音，便于日后比对和存档。整体音色风格的调整与平衡，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反复的平衡和取舍。有时候这个过程会长达半年甚至更久。
因为我那个琴，他自己说其实之前就做了2-3年了，真的为了取舍这个音，因为他一凿子下去，肯定音嘛，你保住这个音，可能这个音好了，另外一个音可能就弱一点嘛，所以他经常是为了这个保哪个取哪个舍哪个，就是几晚上睡不着觉的。将琴面和琴底用胶合在一起，静待干透就可以上灰胎了。大漆和鹿角霜混合，这是最传统的古琴灰胎配方。灰胎的厚薄松紧、打磨的程度，会影响到琴板的振动共鸣，最终影响到成品的音色。经过层层的打磨和大漆涂刷，琴面逐渐变得润泽光滑。漆面完成之后，配上月山、程鹿等配件，最后上琴枕、琴弦进行调音，一把古琴才能发出真正属于它的声音。这一刻对斫琴师来说堪称珍贵。我记得去年的下半年，那张琴做完了以后，试完了机，我记得终于那天我就第一时间给石老师打了一个电话，我说什么呢？我说，这么多年，我今天终于觉得我敢说，制作上小有所成了。就是我觉得到了那一刻，就是那个声音体现出来的状态和自己的理论和自己的所求是比较完美的，统一在一起了。那张琴的录音，当时我分享给了这个新西兰的一个这个也是艺术家朋友，他听了以后就说，这张琴跟你以往的琴完全不一样。我说不一样在哪儿？他说这张琴的声音我听完了以后，我找不到声音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点，它是一种包容的一种圆融的圆满的感觉，四面八方的这种感觉。那一刻我就觉得，就心里边特别欣慰，特别高兴，因为这就是我在那张琴上所求的这样一种感觉，而且第一时间就被这个朋友所印证了。以琴聚会称为古琴雅集，梵歌和石坤会不定期地组织一次雅集，用以切磋琴艺。在平日，他们一样是在这个喧扰的都市穿行忙碌的人，而古琴让他们进入另一个情境，是为治愈，也为修行。10年前后开始，我觉得制作已经变成了我的生命的一部分，而不是生活的一部分，也不是工作的一部分。它要贯穿我的，比方说行走坐卧，有的时候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在琢磨的一个，比方说这个声音的一个控制的问题，可能你在清醒的时候并没有得到一个这个完美的一个答案。我们古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的时候会在睡眠当中突然会有了一个豁然开朗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弄懂古琴需要透彻科学的研究，成就古琴则需要拿捏更微妙的平衡之术，遵循理性的规律，才能开启缤纷的感官。时间有它自己的节奏，一把琴也有它自己成熟丰满的周期。一把古琴的个性由木生发，更是由制作者赋予。这是斫琴师梵歌的追求和坚持。星辰火树无数纹络，坠入掌心中交错。天地间可有绝美的轮廓？我在何处问人说？
微寒碧落一闪烁，遮不住时光的斑驳。春花与秋月，不及那手中透露的一丝丝的线索。是什么拨开人潮想去了解？再喧嚣也不会迷乱我的眼。天尽头，谁在做问心无愧的表演？全世界都为之纪念。是什么风尘仆仆辗转千年？只为那纤纤的指与共缠绵。灯火中水呢喃，无人知晓的誓言，流传至今从未改变。难道你不愿读懂这痴恋？一草一花细细雕琢，长存间有万香散落。水与火相催，尘埃被剥落，将迎来完整灵魂的我。是什么拨开人潮想去了解？再喧嚣也不会迷乱我的眼。天尽头，谁在做问心无愧的表演？全世界都为之纪念。是什么白发苍苍不知疲倦？仿佛那一生都难忘的容颜。梦中悸动的感觉，竟是缘自将心里